千万不要在酒店安装针孔摄像头，因为你极有可能拍到可怕的事。起初我为了寻求刺激，就在自己的酒店里埋设了许多针孔摄像头。今天正巧来了一对情侣，那小女友肤白貌美，第一眼我就被迷上了。于是我感慨地点开监视器，期待着好看的画面。可下一秒，我的笑容就僵住了。屏幕里的男人表情诡异，从厕所里拖出一个人，他胸口上插着一把刀，血液近乎染红了他的整个上半身，而那张惨白的脸更加让我汗毛竖立。这个人竟是我自己，什么情况？我冷汗直冒，既疑惑又惊恐地盯着监控里的画面。我这不是好端端地站在这吗？可那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死人又是谁呢？眼看的男人找来了斧头，准备下一步行动，我再也忍不住，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可迎接我的只有一连串没有尽头的忙音。为什么电话打不通呢？我心惊胆战地放下手机，去厨房拿了把刀，走出了房门，带着疑惑恐惧，悄悄地来到了302的房门口。我慢慢侧过头，把耳朵抵在门前，屏住呼吸，却没听到一点动静。我又往前迈了一步，干脆把脸贴在门上，没想到门竟然被我直接推开。我打了个哆嗦，刚想掉头就跑，却离奇发现302房间里竟空无一人，地上也没有任何血迹。有人吗？我抖着胆子喊了一句。好奇怪，难道监控是假的？我轻手轻脚地缓缓迈进屋子，房间里安静无人，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腥臭味。耳边听到了淋浴声，正是一侧的卫生间里传来的。我缓缓推开厕所门，竟看到2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吓了一跳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与门缝后的眼睛对视了10几秒，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对，耳畔的淋浴声与浓重的血腥味萦绕在房间里。我举起刀慢慢靠近，赫然看见一个女孩坐在地上，花洒喷下的冷水淋湿她的全身。这女孩是那男人的女朋友。我愣了几秒，终于反应过来，她早已经失去了生命。我尖叫一声，回头就往门外冲，晃的感觉肩后伸出一只手，狠狠地勒在我脖子上。我惊恐地比划着手里的刀反抗，可手臂突然被一股力量控制，刀尖无法自控地插在了自己的胸口上。我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抬起手臂，却动弹不得。不一会我就瘫软地倒在了地上。我猛地抽搐一下，正巧对上那张诡异的脸。男人咧着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接着我的身体被一点点拖出了厕所。在彻底闭上双眼的前一秒，我才发觉此刻插在胸口上的这把刀，就是我之前在监控器里看到的那把。接着眼前陷入一片黑暗，再睁开眼，自己竟再次端坐在监控屏幕面前。我还活着，可监控里出现的熟悉一幕让我眉头紧锁。画面中男人正在将我从厕所里往外拖，这不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吗？仔细看屏幕右下角，我这才发现显示的居然是10分钟之后的时间。我缩回到椅子里，大口呼吸，尽快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个监控似乎显示的是10分钟之后发生的事情。刚刚他成功预告了我的死亡，如果我这次选择不出门，不就不会死了？这次说什么我也不会去302了，但那女孩肯定已经被杀了。等再过10分钟，我就去最近的警察局报警，把那变态抓了。这么想着，眼角的余光却瞥见有些异样，面前的监控画面不知何时改变了，本应躺在地上的我消失了，那个凶手也不见了。不对，怎么好像连场景都变了？仔细一看，我头发根都立起来了。这无比熟悉的摆设，这不就是我的房间吗？此时画面边缘露出了半张脸，表情扭曲而痛苦，那正是我自己的脸。踉跄几步后，监控中的我咚地倒在了地上。怎么又死了？我猛地跑向门口，将房门反锁，眼睛紧盯着猫眼之外的走廊。按照监控显示的，凶手现在应该已经上楼来找我了，只要把他堵在门外，我就能活。时间1分1秒地走过，我大气不敢出，死死注视着门外。看了一眼钟表，已经过去9分钟了，离死期还有1分钟。不对呀，按照预告，我应该已经和凶手遭遇了呀，但是他现在都还没上楼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难道监控有错，或者我已经成功改写死局了？突然我猛地意识到另一个极为恐怖的可能，我僵硬地缓缓回过头，看见面前的床下慢慢伸出2只手，那男人从床下迅速爬出来，他握着一把工具锤。我猛吸一口冷气，慌忙转头拧动把手，刚把门推开一条缝，耳侧就冒出一声闷响，瞬间感觉天旋地转。我手掌扶着额头，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，接着颓然趴倒在地。我唰地从桌上弹起来，直愣愣地盯着面前的监控显示器，眩晕与疼痛源源不断地自颅顶传来。我竟再次回到了10分钟前。90岁的奶奶胃口突然越来越好了，她一个人能吃掉3大盆肉。可有人却评论道，这根本就不是你奶奶，而是一只人面熊。我乃是网上的网红奶奶，她今年已经90了。由于我奶的胃口奇好，所以被人亲切地称为吃货姥姥。今天我奶准点开始直播，她面前是满满一盆牛肉。我奶咧开嘴，笑着说道：各位小朋友们，晚上好啊！今天姥姥给你们直播吃牛肉。直播间很快就涌入了一批我奶的死忠粉，来看吃货姥姥直播了，下饭神器。我孩子之前吃啥都没胃口，看了姥姥直播后炫了2碗饭。我笑眯眯地看着这些弹幕，可有一条弹幕却显得格格不入。还什么吃货姥姥呢？
这分明就是一只黑熊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我奶不识字，所以也看不懂这些弹幕。他大口地吃起了牛肉。这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黑熊，你奶早被黑熊给吃了。我有些生气，这人是有病吧？直播间我奶的粉丝也开始堆起来，你这么攻击姥姥有什么目的？姥姥这么可爱，你竟然说她是黑熊，别理她。家人们，这种人就是找喷的。那人又说话了，呵呵，我杀了一辈子黑熊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我问你，你奶奶是不是以前也没这么能吃，突然胃口变好的？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1个月前突然这样的吧？我愣住了，因为我奶的确是1个月前的某一天，胃口突然变得特别好。仔细想来，好像是我奶旅游回来之后。之前奶奶和寻常的90岁老人一样，胃口一般，可旅游回来之后，她不仅胖了1圈，就连精神和胃口都好了不少。我偶然给她拍了几个视频，传到网上就火了。吃货姥姥还真的是1个月前才开始直播的哎，这有什么？随便去看下直播日期不就知道了吗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这一套骗人呢？直播间的网友开始为我奶打抱不平，那人却不依不饶。你奶奶是不是连作息时间都变了，昼夜颠倒了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才起来活动？我一愣，那次旅游回来后，我奶的作息时间一整个大改变，从原来的早睡早起，变得比我还能熬夜。我问她为什么突然这样，我奶笑呵呵地说道：之前团里有好几个年轻人，跟他们在一起久了，我也想试试年轻人是怎么生活的。一开始我爸妈还担心我奶的身体，可时间久了，我奶非但没有虚弱，反而精神头越来越好，人看上去也年轻了不少。眼看直播间的弹幕越来越多，我奶眯着眼睛问我：丫头，直播间的人都在说什么啊？我连忙找了一个理由搪塞了过去。奶，他们都在夸你呢。我奶听后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。那人又发了新的弹幕：你奶奶的嗅觉也变得非常灵敏，我说的对吧？他的确没说错，奶奶的嗅觉变得格外灵敏。有一次我半夜进她房间，想看看她被子有没有盖好，我明明已经特意放轻了脚步声，可还是被我奶发现了。她朝我笑着说道：丫头，你站在门外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了。这种巧合让我有些不安。那人又说：你奶奶也是从1个月前长出了新牙齿和毛发的，对吧？我看了一眼吃得正欢的我奶，她露出的牙齿十分锋利，比正常人要尖很多，完全就不像是一个90岁的老人。这人说的没错，我奶旅游回来后，牙齿和身上的毛发全长出来了。我虽然纳闷，可这对于我奶来说是个好事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可现在种种巧合都被这人一一说了出来，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。直播间有网友找出了我奶1个月前的视频对比，我去，虽然我觉得这个青云道长在胡说八道，可吃货姥姥1个月前的视频里，的确牙齿都掉光了，还真是。这个道长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怎么可能有老人短短1个月长出了新的牙齿啊？大家别听这个清风胡说八道，本人医学生，老人重新长出牙齿是有先例的。虽然这种情况微乎其微，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。可是你们没人觉得吃货姥姥的瞳孔大小都变了吗？我刚看了作者最早发的视频，那时候姥姥的瞳孔可没现在这么大呀。别说了，我真的害怕。我越看姥姥的眼睛越觉得吓人。眼看直播间的弹幕开始乱作一团，我只能提前结束直播。我奶还有些不解：丫头，我才刚开始吃啊，怎么就关掉了？还有很多胃口不好的小朋友等我下饭呢。我盯着我奶的眼睛，发现她的眼睛的确和之前有些不一样。之前奶奶的瞳孔分明是正常人大小，可现在她的瞳孔却看着又黑又大，分明就比之前大了1倍。老实说，的确十分瘆人。我奶吃完1盆肉后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。她咧嘴笑的时候，我看见她牙齿好像比之前更尖锐了一点，乍一看更像是某种野兽的牙齿。丫头，我还饿，再给我煮1盆肉吧。现在我奶的食量都已经超过我们全家食量的总和了。奶，你吃太多了，睡前吃这么多不太好的。一瞬间，我奶的脸色变了，她的瞳孔眯成狭小的一条线，直勾勾地瞪着我。不过很快，奶奶恢复成了平时和蔼的样子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丫头。我奶笑眯眯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等我奶回房间后，我收到了清风道长给我单独发来的私信。黑熊身上是有异味的，就算它穿了人皮，还是掩盖不住身上的臭味。你奶奶是不是在1个月之前开始喷香水了？我心里一惊，这件事也被他说中了。我奶的确从旅游回来后就开始喷香水，我妈还打趣她是不是看上哪个老头子了。我后背越来越凉。她得不到满足后，迟早要对你们家里人下手。这种黑熊叫做人面熊，吃人之后会钻到人皮里，它吃了脑子之后还会有原来人的记忆。我之前遇到过人面熊，它伪装成原主人，跟他的一对妻女生活在一起长达3个月之久。最后我赶到的时候，那只人面熊已经不见了，家里只剩3张腐烂的人皮。我追了这只人面熊有1年之久，我怀疑你奶奶就是我追的那只人面熊。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姑娘山附近。看到姑娘山这3个字，我顿时瞪大了双眼。
因为我奶跟团旅游的地方就是姑娘山。冷汗从我额头冒出，难道我奶真的是人面熊？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等会儿在他的房间里放一块生肉，黑熊是无法抵挡肉的诱惑的。我颤抖着回复道：道长，要是我奶真的是你说的那只人面熊的话，要怎么办？待你爸妈逃得越远越好。人面熊一旦定下了想要追杀的目标，就会一直追杀你们。如果你奶就是我一直追踪的那只人面熊，这熊已经吃了很多人了，它实力很强，我拿它也没有办法。我决定先按照这个清风所说，在我奶房间里放一块生肉试试。我强忍着困意，熬到了5点多，天都已经亮的时候，我蹑手蹑脚地来到我奶房间口。我奶应该已经睡了，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我奶打着巨大的呼噜声。我把生肉放在她床边不远处的角落里，那块生肉血淋淋的，如果我奶不是黑熊，她肯定是不会吃的。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瞥见我奶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，她面无表情地斜着眼睛看着我，眼睛像是冒着绿光。丫头，你一大早在我的房间里做什么呢？我奶半眯着眼，直勾勾地看着我问道：奶，我过来看看你踹被子了没呢？你忘记前几个月你半夜踢被子，感冒了半个月，把我们都快担心坏了。我连忙挤出一个微笑，我奶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放心吧，我现在早就不会踹被子了。倒是你在我房间里放了什么东西？我奶吸了吸鼻子，我没想到她的嗅觉这么灵，那肉我藏在角落里，还是被发现了。我睡不着，大黄一直吵我，我想拿肉喂它呢，来你房间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掉了。我只能把生肉拿出来。当我拿出肉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我奶的瞳孔变得似乎更大了一点，我分明看到她吞咽了好几口口水。我的心沉了下来，这生肉闻着十分腥，普通人闻着都觉得恶心，可看我奶这样子，像是十分渴望一样。我奶眼珠子转了转，我这昨晚就没吃饱，看见你这肉又饿了。丫头，你给我煮点肉吃吧。我故意把生肉递到我奶跟前，我奶却露出抗拒的表情。这生肉臭死了，难怪我一下就闻到了。她脸上的嫌弃十分真实。好，我这就给你煮肉去。我心有余悸地来到厨房，把这事告诉了清风道长。清风道长也没睡，很快回复了我。看来这只人面熊已经吃了太多人，智商变得更高了。它甚至懂得忍耐，抵抗肉的诱惑了。它每吃掉一个人，智商和力量就能变得更高。等它吃腻这些肉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对你们下手了。我着急了，道长，那怎么办啊？还有一种办法，我给你寄一袋我专门研制的对付人面熊的毒药。人面熊警惕心非常强，我之前一直没有机会靠近它，但你有下手的机会。可这种毒药是不可能一次性杀死它的，只能让它更虚弱，我就能对它动手。我愣住了，因为现在我心底只是有些怀疑而已，可让我真的给我奶下毒，我是怎么也做不到的。清风道长见我迟迟没有回复，便回道：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我，这样吧，你去看看你奶脖子后头是不是有个伤口，人面熊钻人身体里头也不会毫无痕迹，那伤口就留在后脖梗处。我刚准备回复清风道长，瞥见玻璃门内站着一道身影，我奶就站在厨房门后，她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也不知道站在那儿多久了。我一激灵，奶，你吓死我了，你怎么走路没声音的？我奶脸上挂着一种十分古怪的表情。丫头，你听过一句话吗？动物走路是没有任何声音的。一股恶寒从我脚底升起，直接窜到脑袋顶上。我奶却笑了，瞧你脸上的表情这么难看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别人都说这人越老啊，就跟猫儿一样走路没声了。我奶自顾自地说着，又吸了吸鼻子。丫头，好香啊！她盯着我，咧开嘴微笑着说道。我突然觉得奶奶笑起来有些吓人，牙齿似乎变得更加尖锐了。我甚至不知道她到底是在说肉香，还是在说我香。我听到奶奶的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叫声，她看着锅里的肉，几乎双眼冒出了绿光。奶，这肉还得再煮一会儿，还没熟呢。可我奶却仿佛饿得受不了了，直接就把肉捞了出来。她像是完全察觉不到烫一样，把半生不熟的肉全塞在嘴里。我奶狼吞虎咽地咀嚼着，甚至连骨头都被她嚼得咯嘣作响。看见我奶这种瘆人的样子，我愈发的倾向于这是那个人面熊。她背对着，佝偻着身子，正在大口吃肉。我悄悄地靠近她，我要看看她脖子上到底有没有伤口。我奶声音突然阴沉地说：丫头，你想干什么呢？我连忙说道：奶，你脖子上有个蚊子，我正准备帮你弄掉呢。我奶缓缓地说道：是吗？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她主动掀开了自己的头发，我看到她脖子上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任何伤口。这一眼，我彻底松了口气，这说明奶奶根本就不是人面熊。丫头，你这2天怎么看着都怪怪的呢？我冲她笑了笑：奶，这肉半生不熟的，你吃了会生病的，我再给你煮。见我这么说，我奶也听话的坐到沙发那边去了。我给清风道长发去了私信：道长，我看了我奶的后脖子，没有伤口，她不是你说的那只人面熊。不可能，你奶绝对是人面熊，我是不会认错的。如果她脖子上没有伤口，
那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穿了2张人皮。我觉得有些无语，这清风道长说话咋越来越玄乎了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又收到了一个新的陌生人的私信。这个陌生人网名叫职业猎熊人。你好，昨天是不是有一个叫清风道长的人私信了你？他还告诉你，你奶奶是一只人面熊，你可千万不要信这个清风道长的话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只人面熊。我愣住了，这反转来得太突然。清风道长原本是我师弟，我们一直在追踪一只人面熊，这只人面熊是我们遇到最狡猾的一只，我们一路追到了姑娘山附近，可就在那，我和师弟失去了联系，他失踪了。等我再看见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被人面熊吃了，人面熊穿上了他的人皮。你奶上个月去过姑娘山，对吧？人面熊这精怪对看上的食物非常有执念，他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就盯上你奶了。不过他没找到机会下手，他是不是问你要地址了？我心底一凉，清风道长的确问我要了地址，说要给我寄他研制的能毒倒人面熊的药，但我没给他。一旦人面熊知道了你奶在哪里，他就会过来吃掉你们一家。我没有办法对付这只人面熊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告诉他地址。我感到毛骨悚然，难怪清风道长能知道这么多细节，原来他就是那只人面熊。你们一家已经被人面熊给盯上了，千万要小心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人面熊这种东西有一个弱点，他们是靠嗅觉来辨别人的，但视力非常的一般。我杀不了人面熊，但我有法子可以让他暂时找不到你们。你去找一只刚出生绝夭折的黑狗，记住必须全身是黑色的，一根白毛都不能有，用黑狗血涂在身上，就能暂时掩盖你身上的气味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在帮我，刚巧我邻居家的黑狗生的小狗崽死了，这夭折的黑狗有了。邻居也不知道我拿狗有什么用，我只说了最近对标本研究有点兴趣。不过邻居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徐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？徐姐看了看我，又往我身后看了看。小苏，你家没出什么事吧？可能也是我眼花了。前段时间半夜我刚好睡不着，起来喝水，我就看见你家2楼的窗户大开着。那天是雷雨天，我还以为是你们忘记关窗了，正想着要不要去提醒你们呢，我就看见一个黑影从窗户里爬了出来，黑乎乎的很大一团，我当时吓坏了，因为那玩意看着实在是像。徐姐的脸上露出一丝恐惧的表情。黑熊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熊，可是却长着人的脑袋。我整个身子都僵硬住了。徐姐，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一只黑熊？有可能眼花了，因为那熊长着人脑袋。徐姐的表情也变得不确定起来。那你看清那张人脸了吗？我紧张地屏住呼吸。那东西很快就消失不见了，我没看见过他的正脸。回到家里后，我魂不守舍，惴惴不安。如果那只人面熊早就已经找到我家了，为什么不对我们动手呢？难道有其他恐怖的原因？入睡前有人敲响了我的房门。你好，你的外卖到了。谁知就在我开门的前一秒，我的手机忽然疯狂震动起来。小区业主群里刷过一片消息，小区已经关门了，你们没有点外卖，不要出声，不要开门。我愣住，与此同时传来哐哐的砸门声。门外的人不死心的继续说：你好，开门接下外卖，接外卖啊！开门，给我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大半夜万籁俱寂，只有这个外卖员的大吼回荡在楼道里，格外可怖。我顿时浑身发凉，大气不敢出。我住的是老旧小区，只有6层楼的那种，小区大门只有一个保安，每天晚上11点半，保安都会锁门。而现在已经快12点了，所以这个外卖员是假的。我突然想起业主群里的消息，不可以出声，可是外卖员在撞门，怎么办？叮咚，我的手机又响了。我怕外卖员听到，赶紧捂着手机跑回卧室。业主群里又有了新消息，如果有人想破门，不要理他，撑过12点，他会自行离开。发消息的账号是个初始的灰色头像，群昵称是数字7，点进他的朋友圈也是干干净净，像个刚注册的新号。在搬来的这半个月里，我还是第一次在业主群里看到这个7，这一切实在太奇怪。随着7发言结束，有业主在群里发问：301，七你是谁？你为啥叫我们不要出声？402，你怎么知道我想叫外卖？603，救命！我点了夜宵，显示骑手已经到楼下了。我颤抖着手，也想打句话，然而下一秒7又出现了，他在群里发了个微笑的表情，然后说：我说了撑过12点就能活命。业主群安静了，7的话仿佛有魔力，亦或说细思极恐。不知不觉墙上的挂钟指到了12点，门外的声音渐渐小了，那个奇怪的外卖员似乎已经走了。确认没事之后，我哆哆嗦嗦地给男友发信息：余华，我遇到了很吓人的东西。不到1秒，男友就回我：怎么了小将？看着这5个字，我没来由地感到些不对劲，可是我没时间细想了。我憋着一口气，想一股脑把刚才遇见的事都跟他讲。可7又在业主群发了2条信息：见到太阳前不要给任何熟人讲小区的事情，当然如果你想被抹除，可以无视这条规则。我吓得赶紧从男友的聊天框里退了出来，忽然觉得不保险，
又赶紧将刚才那条消息撤了回来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似乎已经把七的话当成了唯一的真理。我听他的话，不敢违背他，很奇怪，可又无法抗拒。我心底忽然阵阵发虚，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死循环。这时，余华又给我发了消息：“小将，你怎么了？我现在过来找你。”小将，我出门了。我心口揪痛。余华从来不叫我小将，他冷淡少言，而且我从来没跟余华说过我现在住的地方，他怎么可能过来？所以手机那边的人是谁？我不寒而栗。七又出现了，七又补充了一条：太阳升起前，不可以有任何人进出小区。想活的业主，不要违反我的话哦。与此同时，余华的聊天框不住地弹出新消息：我来了，我真的过来了，小将你开门啊！果不其然，很快就响起一阵敲门声，急促且迅捷，带动我的心砰砰跳着。不可以开门，门外的人绝不是余华。眼见聊天框里的消息越刷越多，我没来由的焦躁起来。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做些什么，可是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躲开他？随后忽然头脑一热，飞快拉黑了余华的微信。果然敲门声停止了，我满头大汗，几乎虚脱。这就是成功了吧？业主群里又有人发消息：603，怎么办？那个送外卖的还没走，不是已经过了12点了吗？为什么？他开始疯狂艾特七，可七再也没有发过新消息。603，救我！他就像一尾濒死的鱼，拼命蹦跶着，祈求路人救他。可很快603也不说话了。群里有人问：402，603你人呢？301，他估计没了。群内陷入死寂，窗外忽然传来一声高亢的惨叫，伴随着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住的也是5号楼，不过我是1楼，这么大的声音，是什么东西掉了？人吗？七在群里发了张照片，是俯视的角度，拍的正是我窗外的603。603出局，收集进度1/7。而后他开启了全员禁言。我怔怔地看着手机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收集进度？难道是七抹除的603？深夜，班长在女生宿舍群发了张奇怪的自拍照，他浑身血渍，拿着一条手臂对着镜头微笑。我正想吐槽，可下一秒弹出一条新消息：人手不够，请留校女生立刻到寝室楼下集合。我瞬间从床上清醒，浑身被冷汗浸湿，紧接着上铺传来一声尖叫，室友小美也被这张照片吓到了。酱汁，班长他疯了吗？因为是假期，我们寝室只有我和小美2人留校，其他寝室留校的女生也不多。学校为了方便管理，便把班长拉进了女生宿舍群。在班长发完这几条消息后，群里瞬间炸锅了。306陈平，班长，大半夜的你别吓人好不好？310是小美，要不要报警？308赵岩，有没有和男生那边关系好的？问一下是怎么回事？304李青青直接回怼：班长你神经病啊，搞这种恶作剧。304寝室就我一个人，2条手，有种你就来。就在李青青发完这条消息之后，班长陈翔立刻回复：我已经到楼下了，立刻上来。说完附上一个菜刀的表情。怎么办啊，酱汁？他要上来了。室友小美胆小，被陈翔这一下直接哭了。我赶紧冲到阳台边，从我们寝室阳台这个角度，正好能看见宿舍的大门。窗外雾蒙蒙的一片，宿舍门外真的站着一个人影，他戴着帽子，手里还握着什么东西。下一秒，宿舍大门被人从里面打开，陈翔进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是谁给他开的门？我心里一颤，赶紧把看到的情况发在群里。306陈平，酱汁，你看到他手里的东西是刀吗？304李青青，宿管阿姨人呢？怎么让一个男人大半夜进女寝啊？308赵岩，留校的男生，我一个都联系不上，电话也打不通，该不会真出事了吧？我刚想让室友立刻报警，群里又有人说话了。202张小婉，大家别怕，刚才是我开的门。今晚班干部聚餐，酒喝多了，起了一些冲突。我刚和陈翔聊过，已经没事了。照片上的是假手，都是万圣节晚会的道具。说完，张小婉在群里艾特了我们几人，并发了一个抱拳的表情。306陈平，没事就好。大晚上吓死我了。床上的小美紧跟着松了口气，还好一切都是假的，我刚才差点就报警了。可我总觉得不对劲。哪不对劲了？你看群里张小婉说的话，还有她发的表情，怎么那么像是陈翔发的？张小婉以往在群里聊天，总是习惯先发一个潮流的表情图，并在每句话的结尾加上一个符号。她刚刚的聊天实在太像陈翔说话的习惯。砰砰砰！说话间，宿舍的房门突然被人拍响了，我心里一惊，低声道：是谁？隔了许久，门外传来回应：是我赵岩，寝室里就我一个人，我有点怕。听到这，我稍稍松了口气。赵岩的308寝室就在我们宿舍隔壁，可我刚才并没听见隔壁寝室有开门的动静。小美不想我开门，但赵岩在外面一直催促，甚至是威胁。无奈之下，我最终还是打开了寝室门，让赵岩进了宿舍。随后我立刻反锁了房门。赵岩一脸惊恐地看着我：酱汁，你有没有觉得不太对劲？我刚才给张小婉打了语音，她死活不接，而且……
说着，赵岩翻出之前陈翔在群里发的那张照片，并将照片不断放大。你们还记得张小婉右手上有个星星纹身吗？是不是和这个纹身很像？经赵岩这么一说，我立刻想起来了，张小婉确实向我们炫耀过她右手小臂上的纹身。这么一对比，无论是纹身的样式，还是纹的位置，都和照片上的断手一模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张小婉已经被陈翔杀了？刚才都是陈翔冒充张小婉在群里说话，可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？赵岩看向我，说话都带着颤音。你听我说，大学城最近出了好几起命案，我有个亲戚是刑警队的，他告诉我，那个变态杀人狂只在雨夜动手，而且每次都会砍下死者的双手带走，好像是有什么心理障碍。我听说陈翔在男生那边很不合群，而且每到下雨天的时候，他都会消失不见。我感觉那个杀人狂就是陈翔。正说着，屋外一道闪电掠过，伴随着惊雷落下，一场暴雨即将来临。